耶！哦，现在来到蒂卡波，哦，这边好像是属于比较高山一点，温度目前好像大概5°C 左右而已，将近5°C，就是4、5度，这还没到雪山，能够冷。这边比起其他的小镇，相对比较正经。昨天稍微查一下，这个镇上好像预估大概只有住350到400个人左右，那其他人应该都是观光客，路上都没有什么车。对，等下就去一些它基本的景点，观光客景点，好牧羊人教堂啊，或者说它的，等下我会去溜冰场看一下。对，很久没有溜冰了，对，去看一下可不可以溜冰，然后还有它的温泉。待会大家见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附近就是非常宁静哦，非常冷，好冷。这边是蒂卡波的主要街道，那现在大概是早上11点，人其实真的蛮少的，可能是因为这间店蛮多人的。这个是早午餐嘛？对，蛮多人的，哇！那边远远可以看到蒂卡波的有湖景，等下我们会走到湖边看看。这边大致上是他们的一些街景，对，宁静小镇，但是还是不乏一些特色小店哦。珍珠奶茶，还有珍珠奶茶，哦，可能是华人来开的啊。这个是 Information Center， 也是礼赠品店吧？还有这个。银河观星99块，对吧？看星星要花99块啊，也不是啊，就是一些特殊的区块99块，99块纽币，大致上是这样。走到这边差不多就是这个蒂卡波的小镇中心，没有很大，小小的。好了，接下来要去好牧羊人教堂。这边就是从市中心走过来，那远远的那个地方就是好牧羊人教堂。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就算是市中心，还是这么的宁静，对吧？没什么人呢。这个不是蛮热门的公园，那现在算中午左右啊，不错，对吧？至少蛮悠闲的，可以逛这边的纪念用品，还有人在小跑步，哇！看一下这边的山景跟美景。哦，现在准备前往好牧羊人教堂，风有够大，这个太阳是骗人的，有够冷的，超级冷，大概约莫大概0度吧。这边就是等一下去的好牧羊人教堂，等下要过这个桥。这就是准备要过去的桥。那这边的湖水呈现一种蛮浅绿的感觉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这个蒂卡波湖的一些介绍，还有这座桥的一些介绍。这座桥就是这边这座桥，蛮特别的一座桥，一座石桥。但远方就是好牧羊人教堂了。对，哦，这个就是过这座桥啊，这个风，哇，这个风太夸张了，很凶寒呐。哦，这里是蒂卡波旁边的厕所。我在纽西兰，在欧洲就算了，在纽西兰第一次看到这个用厕所的话需要1块。对，所以如果大家不要以为在纽西兰厕所都不用钱，也是有要钱的。所以如果你来蒂卡波的时候，对，千万少喝点水，因为不然就像我一样。刚刚花了1块钱上厕所，虽然1块不多，但是纽西兰很少有要收费的公共厕所。如果你不想被收费，就
在这附近的话，先不要喝太多水，或者先上厕所再过来吧。耶，这里就是蒂卡波旁边，这个吊桥旁边，这不是吊桥，这个是一个石桥。哇，这个水有蛮绿的，蒂卡波湖跟奥牧羊人教堂的远景。看一下，还有这个要收费1块钱的公共厕所。哦，刚刚再去那个好牧羊人教堂，那个风真的太大了。对，那现在决定回来开车，开车以后再开去那个溜冰场跟那个温泉那边。其实本身如果到国外旅游，或者不管是哪里旅游，如果能走得到的地方，其实我不太会喜欢开车，因为我觉得走路其实才是可以看到最真实或者最当地的风景，不管是街道两旁或者街道两旁的场景。对，其实走路我觉得在国外最喜欢的通勤方式。对，其实我蛮喜欢走路的，因为走路的话可以看到，其实路边街景就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人的生活的不一样的地方，包括他们的房子啊，他们的不管任何的东西，他们的体面，他们的车子也是我蛮喜欢看他们有一些国外不同的品牌啊或什么的，就蛮有趣的，就蛮喜欢走路的。就是在国外走路，我没有去过的地方走路是我最喜欢的。但是今天开车除了今天早上一早起来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强风警报，还有低温警报。像那个风像什么15级阵风，跟我以前去马祖当兵的时候，那个太船不能开的风差不多一样大了，就是基本上很难跟不难行的那种风，就等于台湾台风等级的风，这太难不行了。然后加上温度真的过低，所以决定还是回来开车。现在来到蒂卡波湖这个溜冰场跟温泉的地方，这边是 entry， 这边是入口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看板，是一些溜冰滑雪。这边就是它的滑雪场。这个也不是滑雪场，这个算是很像 toboggan 的东西，就是雪橇，那也不是雪橇，也算雪橇了。这个地方小朋友蛮适合来的，全部都是小朋友。对，那这是我们要去的溜冰场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会溜冰的，其实只要会就是溜，不管4轮直排，基本上冰刀都一样。是溜冰场，蛮大溜冰场。对，等下可以去溜溜看。这边是一些换鞋子的区块。好，等下就带大家看一下。耶！现在进来溜冰场了，好一阵子没有溜冰了。其实我小时候，很小的时候就会溜冰了。对，因为其实我爸好像是我的溜冰教练，对，他今天有来，他在这，对，他好像不太适应溜冰，他现在在尝试，因为他这辈子，我爸60几岁，目前都还没有溜过冰刀，第一次带他来溜冰刀。对，他来试试看。他以前都是教我，他会花式4轮花式，但是现在第一次溜冰呢，他好像觉得有点不习惯，还在适应当中。那我呢，在溜冰的话，曾经在以前游学的时候去哈尔滨小游学的时候有溜过几次，那时候在松花江那边直接溜河面的冰刀。但后面陆续像是台湾的小巨蛋啊，还是说西门町没有去过小巨蛋啊，或者是台湾就在小巨蛋溜过。那在国外有一些溜冰场溜过，像是奥地利的一些溜冰场溜过，所以还不算陌生。但是毕竟溜冰这种真实的冰面对台湾像我们这种亚热带小孩来讲，还算是蛮陌生，蛮少看到，也不能说陌生啊。对，所以可以带大家体验一下冰道。
溜冰，对，跟一般的4轮不一样，它其实比起用4轮来讲的话，更不需要用腿去带动力量，你可以用身体的摆动、离心力，像我这样子一直在前进，其实我脚都没有离开地面，可以用离心力的方式去前进，算是给一些我也不是什么教练啊，就是有溜冰过的的经验这样子跟大家分享而已，我绝对没有要教什么，对，因为我其实也是新手中的新手。对，但就是只是想跟大家说，溜冰跟直排轮啊，跟4轮是稍微不一样。小时候不是很常溜4轮跟直排轮，因为我爸他算是以前他可能小时候他的年轻的时候有当过溜冰教练，所以都会带我跟我姐去溜冰这样子。那现在有机会来溜这个冰刀也是不错，所以推荐大家，如果不管是在欧洲啊、澳洲啊，或者说纽西兰啊，有机会溜到冰刀，都可以来尝试一下。不过要做好防护措施，不要像我一样完全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。这边就是温泉的地方，只是等一下我不好意思，也是不方便把这个设置带进去，所以我们就先在这里看一下。这就是它的更衣间，好，大致上这样子。因为里面不太方便带进去，所以就先录到这里吧。